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蛋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唉，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于墨，于墨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说好了一起吃夜宵，你喝什么呢？你居然在喝酒！你才多大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开始学喝酒啦？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喝，可喝多了会使人快乐。快乐什么快乐？别喝了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愿让仙界的人想起他们，但是我又想让他们想起他们。他们为了仙界，为了盟约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命。可是到头来又换来什么呢？我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。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。孙浩，按照战前所约定，神族仙族的援军早在3日前就该带着粮食与补给赶到，可如今，我等仙力虽不可与舍身取义的冉青元尊并论，但也绝非胆小鼠辈。唯与封邑修书，血战至死，亦不足取。孩子会知道，爹娘为他创造了一个幸福、安稳的世界。可我担心的是，同盟军中有人故意存心消耗我们9旗族的实力。若世上没有9旗族，便少了一族跟他们争功邀赏。战局凶险，须得全神贯注。我实在无暇考虑这些狡诈谋私之人的想法。为防不测，我已派人传话于北冥仙君，请求他带着孩子暂且离开战场。周浩，你伤得实在颇重，不宜出战了。无妨。仙君，战事危急，恳求您照顾好我的孩儿。阿晨必定铭恩于心，永世不忘。什么？全族皆灭？那9旗族的龙尊和尊后都没能救下来吗？修罗族强悍，援军扑了个空，待赶到之时，只剩下尸体了。9旗一族何等骁勇善战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呢？我知你一向与9旗族交好，还请节哀。仙君一直告诉我，只有忘记才能活下去。
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忘记啊？你是？你居然是九岐！你居然是那条被我喂了800年的小黑鱼！于墨，你放心吧，既然我能把你养大，以后我也会尽心尽力的负责到底的。虽然天上确实很无聊又很严肃，但是也有很多温暖和快乐在。从此以后，你不仅有北冥仙君，还有我陪着你，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影渊，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，请帝尊成全。气换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影渊，速速屏息收力。影渊，影渊。献血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影渊，你的血脉对于6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息容。影渊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于6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倾巢来袭。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6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影渊，
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到时候了，该动手了。银丹，昨晚的事情对不起啊。我也并不是有意瞒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对不起就不要喝那么多嘛。如今仙界守卫森严，如果你万一酒后失态，被当成了魔族奸佞，抓到天刑台上，不知道抽多少鞭子。哦。算了，反正昨天我也喝多了，你跟我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真的？有一点你不许耍赖。什么事？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，以后经历了什么，既然你认我这个朋友了，你就要言而有信。从此以后，不许生我的气，不许突然的消失。我可以说狠话，但你不能当真。有困难第一个跟我说，老老实实接受被照顾的命运，懂吗？那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不服啊？服，全部同意。银丹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片漆黑的，只有遇到你，让我生命当中才出现了光亮，而且是唯一的光亮，让漆黑变得有意义，让光亮也有了意义。行，好，那个再加一条啊，除非以后我主动向你敞开怀抱，你不许这么随便占我的便宜。占便宜？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搂搂抱抱的是要上天刑台的啊？真的？记住了啊，下不为例。啊。我可是有文人傲骨的，无论这次你有什么意见，我都不会改了啊。火光中唯余九岐一族的呐喊与奋战声，这算是九岐奋战而亡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啊，这可是你自己理解的。接下来我就该转换视角讲述了。就从伴随着四大帝君征战的冀都星君桓清的视角开始讲述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我给忘了。你怎么把他给带出门了？他现在叛逆期，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看见他疯狂的往窗外爬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，饭也不吃，针也不给扎的。你跟他同为水族，他跟你格外的亲近。你快听听他在说什么呢？让我听听看吧。他说应渊整日到你的房间去翻他，他在仙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想要自由，宁愿饿死。这私放仙兽下凡界，这违反天条啊！
那怎么办？那就违反天条呗，总不能看着他在我屋子里绝世而亡吧？可你方才说过守卫森严啊。就算守卫森严，只要有掩虚天宫的腰牌，谁敢阻我？这地是扫干净了，你看这花花草草的都蒙灰了，还不赶紧擦一擦？帝君最喜欢洁净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敷衍了事啊！站住！本仙下凡取物，向来畅通无阻，为何阻拦？青离帝君下了严旨，魔界不臣多番骚扰仙界安宁，为防贼人混入仙界，已将南天门封锁，非帝尊或帝君的腰牌，任何仙家不得出入。你看清楚，本仙是太幽星君，能是魔界贼人吗？区区小事，还非要我把应渊帝君请来吗？正是。荒谬！你如此对本仙，乃大不敬之罪，就不怕天刑台上的雷霆鞭吗？小仙职责所在。帝君，剑上有信。这帮魔族奸佞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罔顾仙界严律。你说他们就不怕帝尊的雷霆之怒吗？自然不怕。邪人玄香已经开始公然造反。帝君，这先锋队兵分两路，一支小队已然闯入，看他们这方向，正是朝掩虚天宫去的。速称帝尊亲允。是，快去。你说你啊，我本来想帮助你修出仙身，可是后来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小小的一只，呆头呆脑的。你说你这样要到了凡间，万一掉到了菜市场，可就不止翻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况且你我也没有什么信物，到了凡间，我怎么跟你相认啊？他是应渊宫里的，以他为质，抓住他！是。且慢！这位魔族小哥，你看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跟那应渊君根本就不熟，你拿我当人质也没什么用嘛。而且我听闻，这个应渊君重新调整了仙界的兵防，若是你此刻强行攻入的话，怕是会掉入陷阱。仙界之北，可有埋伏？当然有，从此处到仙界之北，埋伏着数万天兵天将。这位魔族小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寒月宫啊，还是碧螺殿？不如我带你去吧。破神刀。帝君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破神刀是朔华长老的法器，乃魔界至今可劈山破海。想不到此物就伤不了你。
你是朔华的爱将拓风，必是受了重托而来。说吧，本君不杀手下败将。我魔族大计，待你死之日便知。他们对自己下了陨身咒，敢做如此牺牲，到底要用这破神刀图谋什么？别管图谋什么了，他们已经败了。你身上的伤，无妨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这个破神刀魔力太盛，可破仙法。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2半。这么说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要不要去天医馆看看？万一那刀上有毒可怎么办？过早。你先回延虚天宫。魔族对仙神界公然宣战，眼下大战一触即发，分秒必争。本君去殿前听命。嗯。还晓得送伤药来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原来你就是田螺姑娘。创世之战乃6界划分之缘，非同小可。本君是怕你胡编乱造，牵连到延虚天宫的清誉，这才批注一二。瑶池盛宴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。哦。虽然给你署的名是田螺姑娘，记得哦。抱歉，抱歉，我帮你包扎吧。本君自己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我说了，本君自己来。别跟我客气了。一定很疼吧？我看了你的成稿，颇有想法。若是能演出来，必是能荡气回肠。可惜本君也不一定能看到。我最担心的发生了。方才南天门附近，你刚刚遇到的正是魔族的先锋队。邪神已经公然开始宣战，联合妖冥2界，意图推翻9重天。
仙界使者陶子期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来祭旗。桓清刚刚来信提醒帝尊，妖魔冥三界已经备了100万雄兵，随时进攻。他正潜伏在魔界，随时等待接应。2个时辰之后，我便要率军出征。你是6级的第1战神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刚刚外面那些魔兵魔将，被你一招就制服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这个小仙士，谁能伤得了你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若是我能平安归来，我定会好好欣赏你这出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君走后，你不可懈怠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检查你的修为，知道了吗？你不是爱自由吗？本君下凡之后就没人管着你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苦，偷一点懒，活得更舒坦了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查到那些魔兵带着朔华长老的法旗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挟持你的时候，透露过所行的目的吗？我就记得他们要去仙界的北面，可是具体的位置我没有套出来。仙界北面既无神器仙药，也并没有藏兵部署，甚至连仙兽法籍都没有。去做什么呢？破神刀也破不了结界。不说了，万一日后你……没有万一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君当然要回来了。我说的万一，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这把破神刀利器极重，若是挨上一刀的话，那便会仙灵俱碎。记住了吗？本君守护6界本来就是责任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挺有自信的。哎呀，我去战场是去驾驭灵兽，是去施法助阵，又不是挨刀淋雨的。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看你弄这么大一个包袱，里面啊丹药、衣服什么都有，就差把棺材放在里面了，多不吉利啊！拿回去。仙君，有应元帝君打头阵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说不定明天此时此刻，那魔族已经认输投降了。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仙池里面的那些灵兽。2条小龙就要化出仙身了，这条小黑鱼也是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，每天的灵药一定要给我喂足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哎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了，咱这时辰也快到了，您就赶紧出发吧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参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圣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
冀都星君还亲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，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6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6界不惊，山河有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不入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？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知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欺负就找流星骑去，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旦顶着。走走走，走。4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。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，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。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6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
颜淡，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，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届第1话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6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若垮了，瑶池7颗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。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意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柱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6界之主，天帝做这6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2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意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渊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挨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。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。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，仙族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仙族
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两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这郡主何等高大！你用真身连接救符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疯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四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条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由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那又可以一起扛。还有小眼睛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在玄草，再修天机。还去！下界潜伏多日，想与应渊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这今日瓮中捉鳖。你与四大帝君向来竹爱分痛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
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亲！
应元，你的眼睛。我没事。是我冲动了，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云馆疗伤。不可！我是统帅，如今帝旨一事悬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恶勿尽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元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帝君。